大家好，我是阿文，欢迎回到我的生活纪录频道。我跟五一现在人在日本的冲绳，我们这一次来进行一个4天3夜的旅游，顺便加工作。那这4天3夜里面，我们住了2间的饭店。那饭店的部分我们没有把它放到我们的 vlog 里面去，而是把它单独的拉开来开箱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今天第一集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第一家入住的饭店，叫做这个名称。那会订这家饭店的原因是因为它位于北谷，看到我后面的这个海港吗？我们昨天晚上就是在这边去看烟火的，因为最近这2个月以来，在北谷这边它有一个烟火节嘛，所以会一直的在这边释放烟火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刚好我们来的时候是礼拜五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坐在这边旁边，这样子看烟火的时候会比较近。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前往恩纳村那边来去潜水的，所以刚好在一个相对中间的位置进行 room tour。すみません，不是主人没去开门，你干嘛自己闯空门？你有没有礼貌？快点，我们只剩下最后5分钟的时间可以做 room tour 而已了。好，好来，这一间与其说它是饭店，可是我倒觉得它比较像是 Airbnb 一点。对，蛮像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就位于海港的旁边，其实 view 整个都蛮好的。然后它整个有点像公寓的样子，外面走廊这边跟我们在5、6年前来冲绳的时候住的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，就是有一种冲绳感。海岛风类似，那我直接先公布价钱。我们这次住的这个1个晚上4800含早餐，来看一下 room tour。等下4800是日币嘛？台币。其实我觉得价格算中等，因为毕竟现在是盛夏暑假期间呢，对不对？而且含早餐吧？对，又含早餐，然后又住在这么漂亮的 view 的地方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一进来的地方，旁边是你的置物空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房间里面真的非常多的置物空间。这边可以挂衣服啊，然后下面可以放行李箱，上面可以放行李箱。来，走进来，日式的饭店嘛，所以它的厕所在这边，就是马桶间有免治马桶。那在我的右手边这一边，它就是淋浴区。我必须说，它的置物空间真的非常的多。洗脸盆这边，它的卫浴用品啊、备品这些东西全部都有附，然后也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可以去放你的牙刷、牙膏啊。然后再往里面去就是它的淋浴间，就是五一很喜欢的那种日式风格的淋浴间。对，我最喜欢的格局。对，就是可以坐在那边，然后洗澡，像阿北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后面那一句话多了，但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维持得那么干净啊？对，非常的干净，我真的也是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接着再往里面走，就是我们的房间区了。我必须说，就是相较于东京啊这些大城市里面的饭店来说，冲绳的饭店至少这一间啊，它的空间感非常的大。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说它有点像是 B&B 这样子，或者是让人家可以 long stay 的地方？因为你看，它这边有一个厨房嘞。它用的是电磁炉，有抽油烟机，你可以在那边备料煮东西，然后下面有非常多的置物空间。然后房间里面它附了除湿机，又附了空气清净机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有。这边是一个小的茶几，然后再往后退，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微波炉，有冰箱，而且它冰箱不是那种饭店的小个的冰箱，而是这种非常大个的。你在这边住个2、3个礼拜，你要自己备料什么东西，就是储藏食物是很方便的。所以我觉得这间饭店其实也是蛮适合当一个 long stay 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因为时间比较近啊，所以我们选到的房型是2张加大单人床，我们就没有找到那个 double bed， 就是双人床的那一种。但是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睡过了，整体感觉好睡，枕头也不错。对，枕头也是蛮舒服的。那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它的插座附的非常的多。桌子这边就有1、2、3、4，然后床头每一个人都还有2个。昨天充电完全没有焦虑的问题。那基本的吹风机、热水壶这些东西都有附，也有附了2瓶的矿泉水。那如果说你需要一些饮料，像要泡咖啡啊什么的话，它在楼下柜台那边可以直接自取。那房间里面没有附睡衣，睡衣的部分也是可以跟他们领。他 check in 的时候就会问你了。那最后就是他有附了一个很大的阳台，基本上这里每一个房型应该都是面向这一边的，就是面向海港的，你就会看到北谷这一边的景色。而且交通很便利，我们昨天走路去吃琉球的牛，还在琉球的牛是不是？就是走过去琉球的牛，或者走过去美国村这边都很方便。走过去美国村大概10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得到了。然后刚刚有提到嘛，我们选择的房型里面是有附早餐的。那它的早餐看你，我就把它放在这边，它是一个 set 这样子出来，我觉得还算是蛮丰盛的。然后饮料的部分就是喝到饱。我觉得早餐还好啦，但主要是那个场地环境会让人很放松。对，就是很清幽。
刚好这一家饭店跟另外一家饭店是我们原本一开始的时候在抉择的，因为另外一家饭店听说它的无边际泳池那边就可以直接看到烟火，然后它的泳池是要收费的。我们原本想说，收费的话，那应该比较少小孩子会过去玩吧。结果下面看到它附注写一条说，12岁以下不收费。我们就想说完蛋了，那泳池一定是爆炸多了。那一家很夯哎，对啊，这应该是亲子很夯。对，亲子饭店。那如果说你担心那个早餐的问题的话，你也可以不用在订房网站上面先订，因为你来这里订的价钱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。你可以入住的时候，你再去买它的早餐是1200块日币。那它还有另外一个 set 比较简配版的那个是690块日币。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你一般人来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们690块的那个 set 就已经很够了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吃。然后这家饭店它的停车位也是非常足够的，因为很多人来琉球或来冲绳都是自驾游嘛，所以停车位的问题就不用担心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入住的第一家饭店。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第2家的饭店。冲绳4天3夜的最后一天了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搭飞机回去了。那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第2天的住宿。那我们3天里面，第1天是住第一家住宿嘛，那后面的2天我们就是住这一家的住宿。这家住宿也是在 Booking 上面订的，它是 Hillway Resort， 一个晚上的价钱大概是3800左右，含早餐。整体来说，它的交通算是蛮便利的。那因为我们已经住完了嘛，所以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感受。第一点就是第1天到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哇，这个住宿看起来很高级，它外表看起来装潢的很好哎，对，让人家就觉得说哇塞，好像很厉害一样啊，的确也是蛮不错的啦。那第2点是它的停车位很有可能会不够，因为它是一个电动式的停车位，但是附近还有其他停车场啊，所以我们2个晚上都是停在外面，那一个晚上的停车费大概是12个小时以内是700块或800块，那超过的话就每1个小时再加车100块。然后交通方面也算是蛮便利的，因为你走过去大概5分钟吧，就会到他们这边的地铁站了。那你要走去国际通也蛮方便的，大概10分钟以内就会到。走去暖木拉面也很方便，但是就是前提你要排到。像我们昨天晚上去的时候就太多人了，多到一个爆炸。晚上10点多去还超级无敌多人，所以这一趟行程当中我们就没有吃到暖木拉面。那我们先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 现在的1级战场，因为已经住完了，已经稍微的整理过了。这里就是门口一进来的地方，它在走廊那边呢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海洋蓝的一个暗沉深色。那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，它总共有12楼的住宿加13楼是游泳池加餐厅。这12楼的住宿里面，我们好死不死的就订到了一个最低楼层，就2楼的，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对外窗之类的那种景色之类的，所以就是走廊的地方很昏暗。那进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它到处都是镜子。我的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小吧台区，下面有一个冰箱嘛，然后这边有热水壶这些东西它都有附，然后这边前面就有镜子，然后再往前走一点，这边就有一面的全身镜。就出门前可以照好照满。那再来是我的左手边这一边，它也是没有衣柜式的，所以都是这种衣架可以让你挂东西。那这一区就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你放行李箱或者整理东西的。这边就是浴室区的，那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式版本的浴室，就是它的厕所跟浴室是分开的，但是还是在同一个区域里面，所以它就是一个三角形这样子，洗脸盆、厕所跟浴室。那浴室也是吴一很喜欢的那种很日式的浴室，坐式含浴缸。对，坐式含浴缸，这是你发明的名词吗？没有啊，就说文解字而已。所有的备品它都有附，那吹风机用的是 Panasonic 的。往里面走一点点，这边又是一个全身镜的地方，所以我说它镜子非常的多，我们早上都不会抢镜子用。稍微有一点置物空间，可以让你放手机啊或小东西在这一边。那接下来进来就是我们的房间了。那很可惜的是，这一次我们在冲绳的住宿2家我们都没有订到一张大的双人床。枕头睡起来如何？太累了，一下就睡着了，没有太大的感觉。我们是真的太累了，但是它好处是它有附抱枕，但是它那个抱枕其实不是抱枕，它是一个靠枕，它是硬的。我第一个晚上的时候，我想说要夹着它睡觉，结果发现好硬哦，
那枕头它附了2个，然后一高一低，我个人觉得有点偏小啦，跟一般的枕头的形状比起来，它是偏小的。嗯，对，是偏小。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太累了，所以睡起来还是直接一觉到天明。那中央的冷气控制空调，那整个房间走一个暖色系的风格，算是蛮现代的。但是啊，这一点可能拍不到给大家看。第一天晚上入住的时候，一走进来我们吓到，因为它的那个地板是泡起来的，就是软软，然后有一点翘起来的，而且还蛮多片的。蛮多片的，是真的，也不知道是潮湿还是怎么样的。然后房间的插座也是偏少，因为你能够使用的地方大概只有床头的这一边，一人有1个插座跟1个 USB Type A 的插座，我觉得太少了。太少了哈。像我们2个人就是只能够接1个东西在家，因为通常旅游你会有相机啊，会有什么东西，手表，所以真的不太够用。但是好的地方是这边它有一个中央控制，是所有整个房间，包括落地灯，它都可以控制在这里。在床的前面这边有一个 Toshiba 的电视机，那日本饭店电视机都非常的小。我记得入住的时候，吴仪才讲一句话，讲说，大概全世界饭店里面电视最大应该就是台湾了吧？对，因为台湾的使用习惯的关系吧，就是台湾人真的很爱大电视。对啊，虽然说我们入住这2天也完全没有在看它啦。房间里面有附一个 Panasonic 的空气清净机，兼具加湿器。那最后就是在吴仪的身后的这一边。有一个小茶几跟2张的小沙发，可以坐在那边休憩。不过很可惜一点就是完全没有看得到外面的地方，就是它有一整片的玻璃。可是我在猜想，因为它这家饭店它是在那霸市里面，然后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是非常靠近的，所以我现在看出去它是像毛玻璃这样子，可以直接看得到另外一个建筑物。也许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就直接把它做成毛玻璃，让你觉得说哦看不到最好。我们刚才上12楼这一面也没什么景色可以看的。对啦，如果你从高楼层去看的话，的确是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看。但是因为我们就在2楼嘛，你就是直接看到1楼的街道、小巷子跟旁边的建筑物，也许是这样，他就直接把它毛玻璃。它功用就是透光而已。对，那至少还有透光啦。所以整个房型就是这样子，3000多块付早餐，然后早餐也蛮特别的。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，他会问你说，你想要在13楼这边用餐，还是你要在1楼这边用餐？就是它有2个地方可以用早餐。那他是跟我们讲说，用餐的食物类型是一样的，但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。1楼这边它就是一整片的餐厅，它的座位数非常的多，然后所有的中央厨房那些都是在1楼这里，所以会非常的丰盛。那食物类型也算是蛮多的，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汉堡自助吧，就是让你自己去做自己的汉堡，好像是他们的特色之一。那以3000多块，然后是buffet的自助餐来说，我觉得它给的类型非常的多。然后13楼的地方呢，它就是座位数会比较少，然后东西有点像是我感觉啦，是从1楼搬上去的。对，像汉堡它也是做好拿上去啊。对，所以就是整体的类型也会比较少一点点。那13楼的好处是你可以看得到景色啦，不过因为这里的景色也还好，而且在9点前一定要结束用餐。对，它只有7点到9点。楼下的话，最后一个提示是9点半。所以如果你只有入住1个晚上的话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在1楼用餐就好了。那另外一点就是这一家饭店它是有游泳池的，在13楼一个无边际泳池。我决定了，以后饭店的泳池都不能够叫做泳池，至少在我们这里就叫做亲子泡水池。即使这家饭店哦，它的游泳池是要付费的，因为我们入住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所以原本讲说啊，也许付费的话就会比较少人使用，然后就比较少小孩子去玩水这样子。一个人的使用费用1天是1100块日币，所以原本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泳裤都带着了，想说我们要找时间好好来享受一下这个饭店。结果到13楼一看的时候，怎么有这么多家长愿意帮小孩子花钱让我们去泡水？没有，重点是因为那个泳池还是偏小啦，比较适合就是高空这样泡水看景。对，泡水看景玩一下啊，旁边有一个吧台这样子。所以到现在我们要退房了，之后我们还是没有去那个泳池去玩。因为我们就直接去海边玩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以上就是2家住宿，这一家1个晚上3800左右，你给几分？7、8分吧，因为它交通还是蛮便利的啦。价位3800多块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还 OK 啊，在市区里面呢。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冲绳4天3夜入住的2家饭店的分享，很不一样的风格。一个是往北走靠海边的，然后像可以 long stay 的地方这样子，那另外一家就是在市区里面的住宿。
所以我们等下就要去搭飞机了。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行程，我们决定还是不要放弃 Outlet 好了。Go go！